大家好，欢迎来到 Money Doc Eric。今天我们要拆解的是一家公司，它的商业风险极低，却长期享受市场给出的高估值。它的表面利润率并不突出，但是股东回报率却常年接近30%。它看起来呢是在卖商品，资本市场真正定价的是那套以会员费为核心的现金流结构。这家公司就是 Costco。好，那我们先从股价本身说起。截至2025年12月13日呢，Costco 的股价大约是$884左右。那么从数据上来看，Costco 的52周价格区间大约在867到$1078之间。在冲高到历史高点之后，股价明显进入了一个区间震荡的状态。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意味着一件事情：市场并不是在否定 Costco，而是在重新评估它的价格。那很多朋友们在这里会产生一个误解，那看到股价走平，甚至是略微走弱，就下意识地认为公司的基本面出了问题。但是对于 Costco 来说，这个逻辑其实是反过来的。过去几年呢，Costco 的股价已经经历了一轮非常完整也非常充分的估值抬升。当市场愿意用40倍甚至接近50倍的市盈率去定价一家零售公司的时候，他买的从来都不是短期增长，而是确定性本身。而当这种确定性被定价到一个相对充分的位置之后，接下来哪怕公司继续稳定交出不错的成绩单，股价也很难再像之前那样继续上涨。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这段行情呢，更像是一次估值节奏的调整，而不是一次商业模式的动摇。那么我们再看很多人关心的点，Costco 在2025年的整体表现确实是跑输了美股大盘。但是如果我们把视角稍微拉得宽一点，就会发现它依然明显是强于大多数传统零售公司的。这个说明市场并没有把 Costco 当成一个问题资产了，而是把它当成是一只已经被定价的非常充分，需要更高要求来支撑股价的优质资产。那就是说，过去市场呢对于 Costco 的态度是，只要你是稳当的，我就愿意给你溢价。而现在市场开始问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就是你这么稳，值不值这个价格？这个也正是从这里开始，Costco 的股价逻辑正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接下来呢，我们就用3个阶段来拆解一下市场是如何一步一步改变对 Costco 的定价方式的。好，那么我们先把时间拨回到2024年底到2025年初的这个阶段，当时整个市场的主旋律并不是在增长，而是一个词，就是确定性。高利率维持的时间明显超过了市场原先的预期，经济增长也开始放缓，消费端呢也出现了非常清晰的分层。在这样的宏观环境下，资金的行为其实发生了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市场不再急着去追逐高弹性的资产，而是开始优先去寻找现金流稳定、抗周期、盈利高度可预测的标的。那正是在这个背景下，Costco 在这一阶段的定价身份被市场重新确认了一次，它被当成了一种类订阅制加上类必选消费的这种防御性资产。很多人可能会说，在那一段时间，Costco 的股价也并没有一路上涨，为什么还能说它享受了防御资产的溢价呢？其实关键就在一点，就是防御定价不一定表现为股价大涨，更多的时候表现在逆风中没有被压下来。那在2024年的宏观环境里面，如果说你是一家现金流不稳定、盈利波动大的公司，那估值是会被主动压缩的。但是 Costco 并没有这样，它的 EPS 增速并不激进，非常温和，也非常可预测。它的会员费收入本身就带有明显的类订阅属性，续费率长期维持在90%以上，几乎不随着短期经济波动而变化。其实这个就意味着市场在这个阶段并不是用零售行业的平均估值去看待 Costco，而是用一个稳定现金流资产的这个视角来定价它。从估值的层面来看呢，在这一阶段 Costco 的市盈率并不是突然大幅扩张的，而是在一个已经偏高的位置上，在宏观的逆风中它没有被压缩，这个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也非常真实的防御溢价。那么股价在这一段时间的表现也很符合这种定价逻辑，整体以震荡回调为主，但是下跌的幅度相对可控，而且在调整的过程中可以明显看到持续有资金在低位承接。那在相对表现上，Costco 明显跑赢了大多数可选消费股，也优于很多传统零售公司。所以在一个不确定性很高的环境里面，市场选择把钱留在它的身上。也正因为如此，这一阶段的上涨并不是靠业绩爆发驱动的，而是靠一种更底层的共识来支撑，那就是只要你需要一个足够稳、足够可预测、不容易踩雷的资产，那 Costco 就是这一个合理的选择。而当这种确定性优先的定价逻辑被市场反复的确认之后，这个也为后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埋下了伏笔，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第二阶段，也就是当所有人都已经认可这家公司很稳之后，市场就开始问它还能不能继续给我们惊喜呢？你看，进入2025年中之后，Costco 的股价逻辑其实发生了一次非常典型，也非常容易被误解的转变。如果说我们只看财报本身的话，几乎挑不出什么明显问题。它的营收在增长，利润在增长，同店销售数据依然健康，会员数量和续费率也没有出现任何的结构性变化。从经营层面来看呢，它依然是一家把事情做对了这样的一个公司。但是问题在于，市场对于 Costco 的要求在这个阶段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前一阶段，市场是在为好公司定价，为确定性定价，而且也为防御属性定价。而到了2025年中期的时候，这两层溢价其实已经被市场完整的给过了一遍了。那么，当 Costco 在这一阶段继续交出一份符合预期，但是并不意外的财报的时候，市场的反应开始变得非常冷静。不是因为公司不行了，而是因为好成绩已经不再是新的信息。在这一阶段，市场对于 Costco 的要求变成了你必须显著、持续的超出一个本来就已经很高的预期。而现实是，Costco 的商业模式本身并不追求激进增长，它的 EPS 增速是温和可预测的，管理层的指引也是稳健偏保守的。这个在长期来看是优点，但是在高估值区间里面却很难再制造惊喜。于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一阶段的股价开始呈现出一种非常典型的特征。在财报公布之后，股价往往并不会继续上冲，而是容易出现冲高回落，甚至出现明显的利好出尽的现象。这个是资金在做一件非常理性的事情，就是把已经兑现的预期兑现到价格里面。从盘面结构来看，这一阶段的股价更像是以横盘为主，在财报前后出现波动，但是整体缺乏持续放量的上行动能。那么我们会发现，长线资金并没有大规模离场，但是新的增量资金明显变得更加谨慎。这个说明市场在这个阶段已经不再急着提高对 Costco 的估值上限了，而是开始等待一个新的足以改变定价逻辑的催化剂。Costco 呢依然是一家好公司，但是在2025年中这个时间点，它更像是一只需要用时间而不是用惊喜来消化估值的股票。也正是在这里，Costco 的股价正是从防御资产定价过渡到了一个更现实的阶段。好的，接下来我们要看的第三个阶段，就是当估值已经很高，预期已经被充分消化之后，市场开始真正拷问一个问题：在这个价格上，Costco 还值不值得继续买？那进入2025年的下半年呢，Costco 的市盈率已经处在历史的高位区间，而且明显高于零售行业的整体，也高于必选消费板块的中枢水平。在这种背景下，市场的思维方式会发生根本转移，会变成你能不能还继续变得更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大家问的是商业模式强不强，会员体系是不是护城河，而现在呢，大家开始问同店销售会不会放缓，会员增长有没有见顶的迹象，国际扩张的边际回报还高不高，成本端尤其是人工、物流、租金会不会开始侵蚀长期利润结构。这些问题本身并不是说 Costco 出了问题，而是因为在高估值状态下面，任何边际上的变化都会被市场迅速放大。换句话说，第三阶段的 Costco 不是被基本面否定了，而是被放在了一个极其苛刻的放大镜之下。这个也直接带来了定价方式的变化。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Costco 的稳定性本身就是估值溢价的来源。稳定的现金流、可预期的盈利、抗周期的商业模式，这些都是能够直接给估值加分的因素。但是到了现在这个阶段，稳定不再是加分项，而变成了市场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说，市场默认你应该稳。如果你只是稳，那只是不扣分了。但是，一旦出现任何偏离预期的地方，比如增速略微放缓、指引偏保守、结构性成本上升这些，那股价的反应就会明显变得更加激烈。这也是为什么在第三阶段，我们更容易看到高位震荡的走势，对财报、对指引，甚至是宏观变量的反应都明显加大。多空分歧呢开始扩大，是因为在高估值的框架下面，看多的理由需要不断升级，而不是简单的重复了。但是我们想强调的是，Costco 依然是零售行业里面最稳健、最有质量的公司之一。它的股价开始考验边际改善、结构优化以及未来增长的故事还能不能够继续成立。这个就是第三阶段定价核心的逻辑。好，那么在正式拆解 Costco 之前，如果你喜欢这种把商业模型和财务逻辑拆清楚的内容，记得点个赞、订阅频道，这个对我们继续做深度分析很重要。好，那我们言归正传，我们先把这家公司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面。
Costco 呢是一家成立于1983年的美国上市公司，股票代码是 COST，总部位于华盛顿州，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会员制仓储零售商之一。到2025年为止，Costco 的全球门店数量已经超过870家，年营收稳定在2500亿美元以上。但是如果把 Costco 只当成一家卖货的零售商，那几乎是低估它了。这家公司真正重构的是零售行业最底层的两件事情，就是定价权来源以及现金流结构。Costco 的商业体系从一开始就围绕会员制度展开，消费者在进入卖场之前会先完成一次年费支付，这一步本身就改变了交易关系的性质。价格敏感度被提前筛选，流量的稳定性被制度化锁定，复购行为呢从促销驱动变为了习惯驱动。在这种结构下，Costco 并不追求通过高毛利商品来放大利润，而是通过极少的 SKU、极高的库存周转效率以及长期稳定的会员规模，持续放大经营确定性。商品销售负责规模和效率，会员体系呢则负责现金流和利润质量。也正因为如此，Costco 在资本市场上的定价逻辑长期脱离了传统零售的周期框架，更加接近一种可以预测现金流资产的定价方式。这个是理解 Costco 一切财务表现、估值水平和股价节奏的起点。那理解 Costco 的商业模式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把收入表面和利润本质彻底分开来看。从收入结构上来看，Costco 绝大多数的收入依然来自于商品销售，这一点在财务报表上面非常直观。但是真正决定公司盈利质量和估值逻辑的，并不在商品端，而是在会员端。会员费在收入中的占比长期只有个位数，但是在营业利润中的贡献却极高。这部分收入几乎不受原材料价格、运费波动或者是促销节奏影响，成本结构极轻，毛利率接近纯现金流属性。会员费构成了 Costco 最稳定、最可预测的一块利润来源。那进一步我们来看一下会员体系本身。Costco 的续费率是整个零售行业中最具有说服力的数据之一。在北美的核心市场，会员续费率长期维持在90%以上，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用户每年都会主动选择留在体系内部。这种稳定性使得未来现金流的可见度远高于传统零售公司。那么在会员结构上，高级会员的占比持续提升，这一类会员的年消费额明显高于普通会员，复购频率更高，对价格波动的敏感度更低，同时对于 Costco 的商品体系和品牌形成更强的粘性。那当会员规模、续费率和会员结构同时保持稳定的时候，Costco 的经营结果就不再依赖短期促销或者是品类爆款，而是由一群长期存在、持续消费的核心用户所驱动。这也是为什么市场在给 Costco 定价的时候，会看重会员体系的健康度，而不是某一个季度商品销售的波动。好，那在传统的零售行业里面，最核心的竞争变量呢，通常只有一个，就是毛利率。但是 Costco 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径。我们看一下数据。从数据上来看，Costco 的商品毛利率长期显著低于大多数零售同行，这一点在任何的横向对比中都非常明显。但是这个并不是效率的问题，而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它的经营逻辑非常清晰，商品端呢不承担利润最大化的任务，而是承担信任建立的任务。价格优势被持续稳定的让渡给会员，而且这种让渡是长期可预测的制度安排。那么当消费者们开始认识到 Costco 这里的价格不需要反复比较，决策成本被压缩，它的购买行为自然会变得高频而且十分稳定。那自然而然的结果就不是单笔交易利润提升，而是会员续费率、复购频率和年消费额同时抬升。这种策略带来的回报并不会体现在商品毛利率上，而是体现在用户的行为上面。高续费率意味着现金流的可见度，高复购频率意味着流量成本趋近于零。那长期客户关系则持续降低经营的不确定性。从长期的结果来看，Costco 的商品端的低毛利换取了会员体系的高度稳定。那从短期的利润空间来看呢，它用短期的利润空间换取了长期现金流的确定性，这个就是它和大多数零售公司在经营哲学上的根本的分水岭。好，那前面提到了 Costco 的经营哲学，我们说到它的本质呢是一套高度克制但是极度高效的系统设计。那这一步呢是为后续的规模化经营打下了基础。在 SKU 的管理上面 ，Costco 采取的是极端克制的策略，门店内的 SKU 数量长期显著低于传统超市或者是综合的零售商，但是每一个被保留下来的 SKU 都承担着巨大的销售规模。那么当 SKU 数量被压缩，单一商品的销量被集中放大之后，Costco 在供应链中的议价能力就会被持续放大。
单个 SKU 的采购规模足够大，会使得成本结构天然具备优势，同时也为稳定的低价提供了空间。这个最终形成的结果就是一个自我强化的规模飞轮。低价带来信任，信任带来复购，复购带来规模，规模呢又进一步巩固成本和价格优势。在这一过程中，Costco 并不需要追求商品端的高毛利，而是通过效率和规模，把整个体系推向一个更加稳定、更可持续的状态。从全球的布局来看，Costco 的增长结构非常清晰，也非常克制。北美市场是这家公司最成熟也是最稳定的基本盘。在北美，Costco 的门店密度已经很高了，新增门店的边际贡献并不追求速度，而是追求效率。单店销售额、库存周转率和会员密度长期处在全球零售行业的第一梯队。那北美的这一区域为公司持续提供稳定的现金流和利润，这个是整个集团的现金流底座，同时也是估值的稳定器。我们再来看国际市场，Costco 采取的是完全不同的节奏。日本、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市场的表现已经被反复验证，会员接受度高，单店模型跑通，复购行为稳定。但是即便如此，Costco 在海外依然坚持慢节奏扩张，它并不追求短期门店数量的快速放大，而是严格要求新市场在供应链、会员续费率和单店盈利规模上达到成熟标准之后，再进入下一个阶段。那这种策略带来的结果就是国际业务增长速度不快，但是确定性极强，失败风险被显著压缩。从资本市场角度来看，这种全球结构意味着两件事：一方面，成熟市场提供稳定的现金流，支撑估值底座；另一方面呢，海外市场提供长期低风险的增量选项。这就是 Costco 的国际扩张，它很少成为市场情绪剧烈波动的来源，长期构成估值中的隐性上行空间。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页，它展示的呢是 Costco 整个商业系统如何同时实现规模、效率和稳定性的完整闭环。系统的起点是会员体系，会员费在收入结构中的占比并不高，但是它的经营层面的作用非常关键。通过年费机制，Costco 提前锁定了一群高频、长期、对价格高度信任的核心用户，同时为公司提供了一块高度可预测的现金流来源。在会员体系稳定存在的前提下，商品端的定价空间被彻底打开。Costco 可以长期维持低价策略，而不需要依赖商品毛利来完成盈利目标。价格优势持续存在，消费者的决策成本被压缩，购买行为自然转向高频和稳定。接下来，商品结构被高度收敛 ，SKU 数量被严格控制，每一个被保留下来的商品都必须具备足够大的销售规模。销量集中之后，采购规模迅速放大，供应链中的议价能力随之增强。在供应链端呢，低 SKU、大包装、高周转的组合持续降低单位成本，物流、仓储和运营费用被系统性摊薄，成本优势被不断强化。成本下降再次反哺价格体系，使得低价策略可以长期的维持，最终形成的是一个持续运转的正向循环。在这个结构中，商品销售承担的是规模和周转功能，会员费承担的是利润质量和估值稳定性的功能。这就是 Costco 的长期价值，它不取决于某一年的销售力度，而是取决于这套系统能否持续稳定运行。好，那理解完了它的经营飞轮之后，我们再回到财务数据本身，来看一下这套系统在收入层面的真实呈现。那么从规模上来看，Costco 已经是一家体量极其庞大的销售公司。在2024财年，公司的营收规模大约是2500亿美元以上。进入到2025财年，市场普遍预期营收将进一步提升至2700美元以上。在这样一个基数之上，年增长率依然能够维持在5%到8%的区间，本身就说明这家公司仍然处在一个非常健康的扩张状态。但是呢，如果只看增长速度，Costco 并不属于高速的成长型公司。但是如果我们结合规模一起来看的话，这是一种极具质量的增长。它意味着新增门店、会员扩张和单店效率提升仍然在持续发生。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收入结构，这一点非常关键。在 Costco 的营收构成中，大约98%来自商品销售，这一部分收入承担的是规模、周转和现金流来源的角色，决定了公司在供应链和成本端的基础能力。而真正影响利润质量和估值逻辑的，就是我们前面反复强调的剩下的那一部分，大约为2%的会员费收入。那从收入占比上来看，它非常小，但是从功能上来看，它决定了公司盈利的稳定性、现金流的可预测性，以及市场在定价时所给予的溢价空间。那当我们把这三张表合在一起看，就会发现 Costco 的增长呢，不依赖某一个爆发性的变量，是建立在规模、效率和稳定性同时存在的结构之上。
所以这家公司在资本市场上面往往被当作一类慢增长、高确定性的资产来定价，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周期零售股。好，那么在明确了整体的营收规模和收入结构之后，我们再来拆一个更关键的问题：Costco 这98%的商品收入到底是靠什么真正撑起来的？我们先从最核心也是占比最大的部分说起，就是食品和日用品。这一类商品构成了 Costco 最稳定、最具韧性的基本盘，涵盖包含食品、饮料、日用消费品以及 Kirkland 自有品牌体系。这些品牌呢有非常清晰的共同特征：购买频率高、需求稳定、对价格高度敏感。他们决定了 Costco 的门店每天都会有人来，是整个商业模型中持续产生人流的根本来源。也是在宏观环境波动的时候最具抗周期性的收入基础。那么，我们从饼图上来看，食品和日用品呢，在2025财年的收入占比接近40%，是最大的单一板块。这说明 Costco 的营收基础即使是长期建立在高频、刚需、可重复消费的品类之上。接下来的品类就是非食品类商品，这一部分包括家电、电子产品、家居用品和服装。这个销售额并不高，但是单笔金额明显更大。他们在体系中的作用也非常明确，就是放大单次购物的消费规模。在节假日、促销周期或者是家庭大用品更新周期中，非食品类商品会明显抬升客单价。那在饼图中，非食品类商品的占比大约为26%，这个比例本身并不极端，但是它决定了 Costco 在销售规模上的弹性空间，也是营收在旺季加速的重要来源。第三类呢，就是生鲜，包括新鲜肉类、海鲜、蔬果和冷冻食品。从收入占比来看，生鲜大约占14%，并不算突出，但它在整个系统中的战略地位非常关键。生鲜强化的是到店频率，帮助 Costco 建立日常采购场景，让会员形成一个固定而且反复回到 Costco 消费的习惯。从长期的结果来看，生鲜对会员粘性的续费率的贡献远高于它在利润表中的存在感。好，接下来就是经常被低估的一部分，就是其他品类，占比接近19%，其中包括加油站业务以及部分的服务型收入。尤其是加油站，毛利极低，价格高度敏感，并且严格绑定会员体系。它的核心价值不在于利润，而是在于流量。低价加油呢，会持续强化在 Costco 消费更加省钱的这种概念，同时显著提高会员使用频率，把用户不断拉回到 Costco 的消费场景之中。最后就是饼图中面积最小，但是商业意义最重的那一块，会员费收入。从比例上看，它只有大约2%，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正是这个极小的一部分，支撑了整个低加价率、高周转、强信任的商品体系，也决定了 Costco 利润的确定性和估值的稳定性。把这张饼图和商品结构合在一起看，那我们就已经基本理解了 Costco 的商业模型和底层结构。好，到了这一页，其实 Costco 的商业模型已经可以下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我们先把这张结构性对比表完整而且快速的走一遍。从收入占比来看，商品消费贡献接近了98%的营收，是规模的绝对主体。会员费收入只占大约2%，在收入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但是当我们把视角切换到毛利和利润结构，结论就会立刻发生变化。商品销售的毛利率大约在10%到11%左右，这是一个典型的低毛利销售水平，背后对应的是高昂的采购、配送、人力和租赁成本，利润空间受宏观环境和消费周期影响明显。会员费收入则完全不同，这部分收入的成本结构极低，几乎不需要额外的履约和物流投入，毛利率接近100%，可以视为准纯利润。在多数年份中，会员费贡献了 Costco 65%到70%以上的营业利润，在利润结构中处于绝对的核心位置。我们再来看一下波动性，商品销售会随着经济周期、消费意愿和价格波动而起伏，那会员费收入呢，则高度稳定。北美地区的续费率长期维持在90%以上，在优质会员群体中甚至更高。这个意味着，哪怕宏观环境走弱，Costco 的利润中枢依然有着极强的可预期性。那么，把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就能够看清一个关键事实：商品销售负责把规模放大，把现金流跑起来。而会员费的收入呢，则负责把利润锁住，把不确定性降到最低。这套会员费驱动的利润结构，让 Costco 的盈利更加接近于订阅型现金流，从而支撑了长期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估值中枢。那在看完 Costco 的自身商业模型之后，我们把视角拉高一层，把它放回整个零售行业的坐标系中来看。
从整体结构来看，全球零售行业呢大致可以分为4个层级。第一层是会员制仓储零售，这一层的代表就是 Costco、山姆会员店和 BJ's。这一赛道的核心竞争力呢，并不在于 SKU 的丰富度，也不在于短期的价格战，而是在规模能力和会员体系。通过会员费锁定用户关系，再用高周转、低加价率放大规模，这个是一个对执行力要求极高，但是一旦跑顺就极难被复制的模型。第二层就是传统大卖场，以沃尔玛和 Target 为代表。这一层的核心逻辑呢是价格加上 SKU，通过覆盖尽可能多的商品品类，满足更广泛的消费需求。他们在供应链和价格端具备强大的优势，但是由于缺乏会员费这样的利润缓冲器，整体盈利结构更依赖商品毛利，对宏观和消费周期的敏感度更高。第三层就是电商平台，典型代表是亚马逊。这一层竞争的重心是便利性和履约能力，强调什么都能买，什么时候都能够到。那么亚马逊在规模和用户覆盖上具备压倒性的优势，但是它的零售业务本身利润率偏低，真正的盈利更多是来自于云计算和高附加值服务。这个使得它在零售维度上面与 Costco 的商业逻辑并不能够直接对等。第四层就是折扣零售，以 Dollar General、Dollar Tree 和 Aldi 为代表。那么这一层的核心只有一个关键词，就是极致低价。他们服务的是高度价格敏感的消费群体，依靠压缩成本和简化商品结构生存，但是在客单价、会员粘性和利润稳定性上存在天然上限。那把这4层放在一起对比，就能够看清 Costco 所处的位置。它呢，并不像亚马逊那样追求极致的便利，也不走 Dollar Store 那样的极端低价的路线，更不是传统大卖场那种 SKU 驱动的全面覆盖模式。Costco 占据的是一个用会员制度过滤用户、用规模效率放大利润确定性和独特生态位。也正是因为这种定位，Costco 的竞争对手并不多。那会员制仓储本身就是一个高门槛的赛道，对于供应链、门店效率、用户信任和长期的定价纪律都有着极高的要求。所以在同一个层级里面，真正具备全球性甚至是全球规模的玩家，长期以来始终只有少数的几家。从行业格局的角度看，Costco 的优势呢，并不来自于短期的策略，而是来自于它所处的位置本身。那么一旦站稳这个位置，它面对的竞争压力反而比多数传统零售公司要小得多。那从行业层面来看，会员仓储制呢是一个高度集中、天然偏向寡头的赛道。在北美市场，真正具备全国性规模和系统能力的玩家，长期只有2家：Costco 和山姆。BJ's 呢，则更多是区域性存在，在门店规模、供应链效率、议价能力和品牌的心智上面，和前两者有明显的差距。这种集中度并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由商业模式本身决定的。会员制仓储是一个重资产、高周转、低毛利的体系，对选址、物流、库存管理和现金流稳定性都有极高的要求。一旦规模不足，就很难摊薄成本；一旦周转不够快呢，现金流就会承压；一旦价格体系不稳定，信任就会快速流失。结果就是这个行业并不适合多玩家长期共存。规模效应会不断强化头部，效率优势呢会继续放大，最终自然演化为寡头结局。从结构事实来出发，Costco 所处的位置不是激烈竞争中的一员，而是稳定格局中的核心参与者。那么在双寡头结构内部，Costco 和山姆会员店表面看呢非常相似，但是底层逻辑存在本质的差异。首先是公司属性，Costco 是独立上市公司，而山姆隶属于沃尔玛体系，这个直接影响了两者在战略优先级和长期目标上的取向。在会员体系上面，Costco 的续费率长期维持在90%以上，已经接近订阅型业务的水平。山姆的会员体系更偏促销驱动，对于价格和活动的敏感度更高，粘性相对较弱。在毛利策略上面，Costco 对于商品加价率保持极度克制，长期压低商品毛利，把价格优势持续让渡给会员。那这种差异最终体现在品牌的信任上面。Costco 在会员心中更像是一种长期可信赖的采购渠道，信任关系本身就是资产。山姆会员店更接近效率型销售，强调性价比和促销效果，因此在定价权来源上面，Costco 更加依赖会员关系和体系稳定性，而山姆更加依赖价格工具和促销节奏。那么从长期的结果来看，这种差异会持续反映在续费率、利润稳定性以及估值溢价上。这也是为什么在同一个会员制仓储赛道中，Costco 能够获得更高的市场定价认可。好，那我们来看一个很多朋友们都会问的问题：为什么沃尔玛、亚马逊都足够大，却很难复制 Costco 的这种利润结构？其实答案呢，就是在商业模式的起点上面。
Costco 的系统是从会员制开始搭建的，用户在进入消费之前先完成付费，这一步本身就完成了用户筛选、信任绑定和现金流锁定。那么从这一刻开始，那消费行为呢就变成是如何把已经付费的会员服务好，而不是如何把用户留下来。沃尔玛和亚马逊的起点完全不同，他们面对的是开放式的大众零售市场，用户先消费，再决定是否复购，关系建立在价格、便利性和短期体验之上。这种结构天然要求企业不断通过促销、动态定价和服务叠加来刺激留存。那起点不同，直接决定了定价逻辑。Costco 可以长期维持稳定，接近成本线和定价体系，因为利润并不依赖商品本身。沃尔玛和亚马逊呢，必须在商品毛利、广告、服务费之间不断调节，才能够维持整体的盈利能力。利润核心也因此出现了分化。Costco 的利润集中度极高，主要是来自于会员费，成本结构简单，可预测性强；而传统零售和电商的利润来源分散，商品毛利、广告收入、服务收费同时存在，结构复杂，波动性更高。而且这个背后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差异，就是系统的容错率。Costco 的模式允许商品端极低毛利运行，因为利润已经被会员费提前锁定了。只要会员体系稳定，系统整体就具备很强的抗冲击能力。而在大众零售和电商体系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价格、需求或者是成本的波动，都会直接传导到利润表上。所以其实结论并不复杂，沃尔玛和亚马逊当然可以学 Costco 的价格策略、SKU 管理，甚至是会员体系的形式，但是他们很难复制的是那一套以先付费会员为核心，以稳定现金流为起点搭建起来的利润结构。所以其实 Costco 呢，在行业里极难被复制的根本原因就是3点：先是规模壁垒。这种会员制仓储呢，单店体量巨大，对于供应链议价能力要求极高，同时又必须长期维持极低的商品毛利。这意味着新进入者在早期既要承受低毛利，又要投入高资本，还必须忍受盈利释放极慢的过程。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这个阶段本身就不可持续。第二层壁垒更加隐蔽，但是更致命，就是会员信任壁垒了。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第三层呢，就是经常被忽视的组织和文化壁垒。Costco 的管理层对于利润的克制是制度化的，不追求短期毛利最大化，坚持低加价率纪律。这种文化意味着企业在经营决策中会主动放弃一部分看似合理的短期收益，来维持系统长期稳定。这种价值观的问题，外部模仿的难度极高。那么再叠加这3层壁垒，市场就很难用普通零售公司的估值框架去看待 Costco。所以市场给 Costco 的估值更接近的是一种稀缺的、具备防御属性的消费基础设施估值，现金流稳定，结构清晰，长期确定性强。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一点和前面的定价逻辑的3次切换放在一起看呢，我们可以看到逻辑其实是完全对齐的。在第一个阶段里，行业集中度高，会员制度结构稳定，直接拖住了估值下限，形成了防御性定价。那么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行业成熟，增速稳定，市场开始消化确定性，股价更多表现为预期兑现。到了第三阶段，在高估值背景下，行业护城河仍然存在，但是市场开始更加理性的审视性价比，对增长边际和效率变化变得更加敏感。那么最终我们就会发现，Costco 所处的是一个高门槛、强规模效应、由少数玩家主导的会员制寡头赛道，这个正是它能够长期享受估值溢价的根本原因。好，然后我们进入基本面分析，先从股权结构来看。从数据上来看，Costco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成熟型机构持股公司，内部人持股比例大约只有0.16%，这意味着公司并不依赖创始人或者是管理层通过控股来主导决策，而是以董事会治理和职业经理人体系为核心运行。那这种结构的直接结果就是内部人减持，控制权变化对股价的扰动风险极低，治理结构高度稳定。再来看机构持股，目前大约72%的股份由机构投资者持有，流通股中的机构占比同样在72%左右，几乎完全由长期基金主导定价权。这说明 Costco 在资本市场中的定位非常清晰，它呢不是交易型基金博弈的对象，而是被纳入养老金、保险基金、长期基金组合中的基础配置资产。更关键的一点是机构持仓的分布状态。持有 Costco 的机构数量超过4800家，覆盖面极广，但是集中度并不高。这类结构意味着没有单一资金对股价形成决定性控制，抛压不会因为某一家机构的调整而被放大，整体交易行为更偏向稳定、缓慢、顺周期。那如果把 Costco 放到不同的公司类型中去对比的话，它的股权结构特征非常鲜明。
相比创始人控股型公司那种波动大、弹性强的走势，Costco 的股价更稳。相比机构高度集中的成长型科技股，它又不容易出现基金集中撤离导致的剧烈回撤，它更接近一种高分散、长周期、低情绪化的持股生态。这种股权结构直接塑造了 Costco 的股价性格。它的走势节奏偏慢，对于突发消息反应相对克制，在市场下行阶段具备明显的抗跌属性。那在上行阶段呢，则更依赖基本面持续兑现，而不是情绪推动。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这一页传递的核心信息呢，只有一个：Costco 的定价权掌握在长期基金手中，这个为它的估值稳定性、回撤控制能力以及长期配置属性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好，看完股权结构之后，我们顺着往下来看一下 Costco 的资本结构。从市值规模来看，目前 Costco 的市值接近4000亿美元，属于标准的超大型蓝筹公司。这个体量本身就决定了它在资本市场中的角色，它更多被视为核心配置资产，而不是进攻性标的。对于绝大多数的机构来说，配置 Costco 的逻辑首先是稳定性，其次才是增长弹性。那我们接着看负债，Costco 的总债务规模大约是81亿美元，这个数字放在接近4000亿美元的市值的背景下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杠杆水平极低，财务风险处在非常可控的区间，这也意味着公司在经营层面上几乎不依赖债务扩张来维持增长。更加重要的是现金端，Costco 持有的现金等价物超过170亿美元，明显高于全部债务规模，这个使得公司处于一个净现金状态，短期偿债、经营波动、宏观冲击对它的资产负债表的影响都非常有限。在零售行业里面，这种现金覆盖全部债务的结构并不常见。那么，从企业价值的角度来看，它的企业价值低于市值，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点。市场在给 Costco 定价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为一个现金充裕、杠杆极低、资产结构极其干净的公司定价，而不是一个需要持续融资、依赖资本市场输血的商业体。还有一个呢，就是资本结构的简洁度。那 Costco 呢，几乎没有复杂的资本工具，也没有高风险衍生负债，也没有激进的资本操作，这让它的财务报表非常透明，也降低了分析和定价的不确定性。综合来看，它的资本结构传递出的信息就非常明确了。它的增长呢，不是靠加杠杆来换来的，利润呢，也不是靠高财务风险上堆出来的。它具备在高利率环境下长期运行的能力，也具备在宏观下行周期中主动防守的空间。从估值的角度来说，这样的资本结构并不会放大短期的弹性，但是它显著提高了长期的确定性。这个正是市场愿意给 Costco 更高估值中枢的重要前提之一。好，那在讨论具体的业务风险之前，我们先看一组非常关键，但是经常被忽略的市场结构性风险指标。首先是成交量，Costco 的3个月平均成交量在250万股左右，10日平均成交量也维持在240万股附近。这个说明两件事：一是股票流动性非常充足，足以承载大规模机构建仓和调仓；二是短期内交易行为相对平稳，没有出现异常放量或是流动性紧张的迹象。从交易结构上看，这个是一只可以被长期基金反复配置的标的。好，接着看做空数据。截至目前，Costco 的被做空股份大约在770万股，占流通股比率仅为1.7%左右。这个水平在美股市场中属于极低区间，基本不存在系统性看空力量。从市值共识角度来看，几乎没有资金在主动压住 Costco 的基本面恶化。那我们进一步看一下做空回补指标，它的 short ratio 约为3天，那即便出现回补行为，也很难形成持续性的逼空行情。这意味着 Costco 的股价波动主要是由基本面的预期和长期基金行为驱动，而不是由技术性空头因素放大。最后看一下贝塔值，它的5年期贝塔大约是0.98，和大盘非常接近，说明它并不是一个高弹性、强波动的交易型资产，而是一个典型的防御型消费股，波动节奏更多随整体市场，而非自身的情绪剧烈摆动。所以对于 Costco 来说，真正需要被关注的风险呢，不是来自于交易层面，风险更多集中在估值阶段变化、增长边际的放缓，以及市场对于性价比的重新审视上面，而不是来自突发性金融风险或是市场失序。所以说这一页的就可以概括为一句话：Costco 的风险是慢变量，这也决定了它更适合被放在长期资产配置框架中去理解，而不是用短期交易的逻辑去对待。好，在 Costco 的资本分配体系中，分红承担的是一种信号功能，它持续向市场验证两件事情：第一，公司的经营现金流具有高度可预测性；第二，利润来源清晰，质量稳定，经得起时间的校验。
由于派息比例始终保持克制，分红并没有对公司未来的再投资能力形成约束。相反，这种长期连续低波动的分红节奏，强化了投资者对于 Costco 商业模式可持续性的信任。从资金属性来看，这样的分红结构更容易吸引长期配置型资金，而非短周期追逐收益率的资金。那市场关注的重点呢，并不在于分红水平的本身，而是在于分红背后所反映出的现金流稳定性和经营纪律。也正是在这种前提下面，Costco 才能够保持股东回报连续性的同时，持续把大部分自由现金流投入到门店扩张、效率提升和长期竞争力的构建之中。所以，分红在 Costco 体系中更接近一种长期信誉的外在体现。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Costco 的盈利能力和现金流结构。如果只看毛利率、营业利润率这些传统指标，Costco 的表格左半部分的表现呢，其实并不亮眼。毛利率呢只有12.9%，明显低于行业中位数的36%。EBIT、EBITA 净利率也全部低于行业平均水平。那这一点呢，并不意外。Costco 的定价策略本身就决定了，它不会在商品端追求高毛利，利润空间呢被主动压缩在一个极低而且稳定的区间内。但是，真正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下半部分的数据了。当我们把视角从利润率转向资本效率，整个画面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ROE 超过30%是行业中位数的将近3倍，ROTC 和 ROA 同样远高于同行，体现出极强的资本回报能力。这个说明一件事情：虽然单笔利润薄，但是资金周转速度快，资本占用低，现金流回收效率高，这使得整体资本回报被持续放大。我们再来看一下时间维度，无论是毛利率、EBIT 利润率还是自由现金流率，Costco 当前水平都与过去5年平均值高度接近，甚至略有提升。这个意味着盈利结构并没有出现波动或者是透支增长，反而表现出非常强的稳定性。尤其是在自由现金流这一项上，虽然呢绝对比例不高，但是5年均值持续上行，这说明经营现金流在长期内能够稳定覆盖资本开支和股东回报。所以说，其实呢，Costco 并不通过高利润率来创造价值，它依靠的是低毛利、高周转、强现金回收所形成的资本效率优势。这也是为什么在利润率看起来平平无奇的这种情况下，Costco 依然能够长期维持高 ROE、高资本回报，并且持续获得市场的高估值定价。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Costco 的成长性分析。我们先给一个整体的判断。那么，如果说我们来用高成长股的标准去看待 Costco 呢，这家公司一定是不成立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来用成熟行业中的优质增长的标准来看待它，它在同行业里反而非常突出。我们先从收入增长来说起，当前呢年度营收同比增长大约为3.8%，行业中位数只有2.7%左右，这个差距非常关键。它说明，在一个整体已经趋于成熟的零售行业中，Costco 仍然保持着明显高于行业平均的扩张能力。然后我们再看市场对未来收入增长的预期接近8%，同样显著高于行业中位数。这意味着 Costco 的增长并不是一次性的，而是被市场视为可持续的中速增长。再看 eBay 的增长预期，未来增速在10%左右，同样明显领先行业。这反映出随着规模扩大和效率优化，利润端的增长弹性并没有被完全压缩，运营杠杆仍然是在发挥作用。那长期维度上，3到5年的 EPS 复合增速接近9%，对于一家市值接近4000亿美元、业务高度成熟的公司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扎实的长期增长水平。然后呢，我们需要单独强调一下的就是自由现金流增长了。虽然说最近1年的自由现金流同比的增幅非常高，这个本身带有一定的基数效应，但是放在5年均值中来看，它的现金流增长依然是明显跑赢历史水平。Costco 的扩张并没有以透支现金流为代价，反而在规模扩大的过程中持续增强现金创造能力。然后的一个健康信号就是 ROE 的年度增长相对温和，原因其实很简单，它的基数已经非常高了，在30%左右的 ROE 水平上，增速自然不会再呈现爆发式了。我们最后看一下资本支出，同比增长接近17%，明显高于行业，也高于自身的历史水平。这说明 Costco 仍然在持续投入门店扩张，供应链和效率建设为未来几年打下了基础。所以 Costco 的成长路径并不追求速度的极限，而是围绕收入、利润、现金流和资本投入形成一个同步推进、彼此匹配的增长结构。它更像是一条长期可预期、波动较低、持续兑现的增长曲线。那在看完成长性之后，我们自然要面对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市场现在是用什么样的价格来给 Costco 定价？我们先看结论。从任何一个传统估值指标来看，Costco 都处在明显高于行业的定价区间。先看最直观的市盈率，
当前的 GAAP 口径的市盈率大约为47倍，行业中位数只有21倍左右。前瞻的 Non-GAAP 的市盈率在44倍，而行业中位数呢不到16倍，这个差距非常夸张。这个意味着市场给 Costco 的盈利几乎是按照行业2倍以上的倍数来定价。如果继续往下看企业价值相关指标呢，这种溢价并没有消失。企业价值和 EBITA 比接近29倍，行业中位数只有11倍左右；企业价值和 EBIT 比大约在36倍，行业中位数只有14倍左右。那么，无论我们是用利润、经营利润还是现金流前的指标，Costco 都明显站在估值分布的最右侧。唯一一个看起来相对克制的指标就是企业价值和销售额比，这一项大约是1.37倍，与行业中位数相比甚至略低。这个恰恰揭示了 Costco 估值结构的一个关键特征，市场并没有为它的销售规模支付溢价，它的溢价呢主要集中在盈利质量和资本效率上面。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市净率和市现率，它的市净率接近13倍，行业中位数只有2.5倍左右，市现率约为26倍，同样是行业水平的2倍以上。那么 Costco 呢是被视为一个高回报、低风险、长期可复利的资产载体，而不是一家公司周期性赚多少钱的问题。那如果我们把当前估值和它自身历史做对比，会发现另外一层信息：无论是市盈率、企业价值 EBITA 比，还是市现率，当前水平都略高于5年均值，但是并没有明显脱离历史区间。这说明市场是在一个偏高但是自洽的长期估值带中在运行。好，然后呢，这一页是同业对比，我们只做一个同业层面的定位说明，不再展开逐一的比较了。那么，在美国必需消费品零售这个赛道里面，和 Costco 常被放在同一张对照表上的，主要包括沃尔玛、沃尔玛墨西哥、Target 以及折扣零售体系里面的 Dollar General 和 Dollar Tree，它们覆盖了从大卖场、区域零头到极致低价模型的完整光谱。所以，如果你想看到的是这些公司的系统性的同业对比，我们在之前做沃尔玛的那期视频里面，已经把这整套的同业框架完整拆解过了。所以这一期呢，就不会在这里做重复的同业对比的细节了。当然了，看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也不要忘了点赞并且订阅频道，这个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好了，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分析师评级。从过去3个月到现在，Costco 的综合评级始终维持在适度买入，整体结构非常稳定。那覆盖分析师数量呢，基本在34到35人之间，没有明显的变化。这个说明市场对于 Costco 的研究充分，信息高度透明。从评分的布局来看，目前大约16位分析师给出了强烈买入，4位是买入，14位持有，并没有卖出的评级。这个结构非常具有代表性，多头占据主导，但是并不极端一致。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并不是因为分析师对于 Costco 的商业模式存在分歧，恰恰相反，几乎所有的机构都认可它的长期竞争力和现金流质量。那它的分歧呢，主要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就是当前价格下的回报空间是否足够。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强烈买入的数量没有继续扩张，而是持有占比始终存在。那在高估值的背景下面，分析师的态度更加接近于认可公司，接受长期持有，但是对于短期加仓呢，保持谨慎。整体来看，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高质量成熟蓝筹评级结构，没有看空声音，买入意愿稳定，但是情绪克制，更多是建立在长期配置逻辑之上，而不是短期的催化。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视角从评级转向目标价分布，看一看华尔街在价格层面对于 Costco 的预期到底有多么的激进，或者说又有多保守。从多个的主流数据源综合来看，目前市场呢给 Costco 的平均目标价格大约集中在1070到1073美元区间，中位数目标价在1055到1070美元。那以当前的股价作为参照，这个意味着分析师普遍预期仍然存在大约18%到22%的中期上行空间。这个数字非常重要，因为它是建立在盈利可见性、现金流稳定性和会员体系延续性的基础上面，给出的相对克制但是方向明确的上涨预期。我们再来看一下目标价区间的上下边界，目前最乐观的目标价大约在1218到1225美元，代表的是对会员费增长、国际扩张和利润结构延续高度有信心的分析师视角。而最低目标价大约在907美元，更多反映的是在高估值背景下面，对于回报率和安全边际要求更严格的定价假设。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 Costco 的目标价区间相对较宽，这个并不意味着对公司基本面的分歧，而是在值不值这个价格的这样一个层面，分析师对于贴现率、增长斜率和市场情绪的假设存在差异。
那么把这些信息综合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高估值区间震荡，多数的机构仍然愿意给出高于现价的中长期目标价，前提是它的会员体系、现金流质量和低加价纪律能够持续运转。这也是 Costco 的一个典型特征。它的目标价上修呢，是来自时间的推移本身。当确定性一季一季被兑现，那估值呢就会被慢慢接受。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看一下多空双方各自最核心的逻辑分歧点在哪里。首先，从商业模式层面来看，Costco 的确定性非常高，会员费在收入中占比很小，但是对利润的贡献度极高，这让公司的现金流具备极强的可预测性。长期维持在90%以上的续费率，使得 Costco 的盈利基础更加接近订阅型现金流。那在宏观的波动周期中呢，具备明显的防御属性。第二，就是从行业的结构来看，Costco 所处的会员制仓储零售赛道本身就具备非常优质的竞争格局。这个是一个高度集中、强规模壁垒，而且极其难复制的行业。第三个就是盈利质量明显优于表面利润率所呈现的结果。虽然从传统零售指标来看，毛利率和净利率低于行业平均，但是从资本效率角度来看，ROE 长期维持在大约30%，ROTC 接近20%，资产周转率极高。这个意味着 Costco 用极低的利润率持续创造高质量回报，是一种效率驱动型的盈利模式。第四呢，就是财务结构本身非常稳健，公司处在净现金状态，负债水平极低，对利率环境变化不敏感。在高利率或信用收紧周期中，这种资本结构反而会放大相对优势。第五，从市场的共识角度来看，分析师整体立场仍然是偏向正面的。当前一致评级维持在适度买入，平均目标价在1070美元附近。多数机构给出的中期目标仍然高于现价，体现的是对长期确定性的认可，而不是短线的交易逻辑。如果说把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多头的核心逻辑非常清晰。Costco 靠的是稳定、可持续、可复利的商业结构，长期赢得资本市场的溢价。我们再从另一个侧面，把空头或者是谨慎的观点也完整的摆出来，看一下市场目前最主要的分歧到底集中在哪里。首先是估值位置本身带来的约束。当前 Costco 的市盈率处在历史高位区间，TTM 口径接近47倍，明显高于行业中位数，也高于多数成熟消费蓝筹。那么从 PEG 角度来看，估值和增长之间的匹配度已经偏紧，这意味着市场对于未来确定性的定价已经提前兑现了相当一部分。第二，增长本身并不慢，但是高度稳定，它的营收年增速大约在8%左右，长期的 EPS CAGR 接近9%，这个是典型的高质量低波动增长路径。问题在于，这种增长结构决定了它更适合长期复利，而不具备阶段性爆发的弹性。在市场偏好增长或主题轮动的环境中，这类标的容易出现相对跑输。第三是股权结构对上涨弹性形成天然限制。目前机构持股比例在70%以上，而且持仓高度分散。这种结构有利于稳定定价，但是不容易出现集中加仓带来的估值抬升，而且也缺乏情绪驱动型的快速上行空间。第四是短期催化剂相对有限，会员费提价已经被市场充分讨论，并且部分计入预期。门店扩张本身是线性过程，很难形成短期拐点。特别股息具备不确定性，没有办法作为稳定的投资假设。那么在缺乏明确事件驱动的情况下，股价更可能围绕估值中枢进行消化。综合来看，空头的谨慎观点呢，并不否认 Costco 的商业质量，而是集中在一个判断上面，在当前的估值水平下面，未来回报更依赖时间，而不是估值的扩张。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基本面稳健，短期内市场对它的定价会更加的挑剔。好，那以上呢就是对 Costco 的完整拆解。如果你一路听到这里，就会发现这家公司真正厉害的地方，并不在于某一个季度的财报，也不在于短期股价波动，而在于它把低价、信任、会员关系和现金流这几件事情，几十年如一日的做到了一致。这也是 Costco 看起来增长不快、毛利不高，但是长期回报却非常稳定的原因。那么在当前估值水平下面，Costco 更像是一只用来长期配置、慢慢复利的资产，它不刺激也不爆发，但是它非常可靠而且持久。好，如果你想看更激进的成长故事，市场里面呢永远不缺选择。但是如果你在寻找一种能够穿越周期、反复验证、长期成立的商业模型，Costco 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样本。那如果你觉得这一期内容对你有帮助，欢迎点个赞，并且订阅频道，也可以打开小铃铛，这样后续的更新你就不会错过。同样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你接下来最想听哪一家公司的深度解说，我们下一期就从你们最关心的标的开始。这里是 Money Dog Eric，我们下期再见。